知乎上有个问题，双11什么都不买，到底是不是一种损失？一个高赞回答是，生活的乐趣分两种，消费性快乐和创造性快乐。同事丽丽追求的显然是前者，价格不菲的大牌护肤品，眼睛不眨就买了一堆，囤了一箱洗发水，用到40岁都没压力。按斤买口红，网红色号一应俱全。忙了一年要犒赏自己，毫不犹豫买了 LV 包。一番冲动，不仅花光了半年的薪水，还透支了信用卡。花钱不理性，就会被现实的残酷啪啪打脸。丽丽的房租年底到期，房东已在催她续租，还有待缴的水电宽带物业费。看着余额不足的工资卡，丽丽愁得焦头烂额，恨不得公司能给她预支薪水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果然验证了那句笑谈：剁手一时爽，还款泪两行。我们对精致生活的最大误解是盲目追求自己不需要的东西，超过实际能力去迎合所谓的潮流。前段时间，一位90后的年轻护士就为自己的不理性消费付出了惨痛代价。护士叫李梅，平日热衷血拼，每个月8000元的薪水全部用来购买化妆品、首饰、包包等，一套护肤品动辄3-4千，2天双休日就能往返云南匆忙打卡。出门打车、吃饭外卖，林林总总每个月消费高达2-3万，薪水到手还没捂热就还了贷款，滚雪球般欠了几十万网贷，母亲帮他还了23.8万后，他仍然偷偷贷款消费，最终气得母亲拿出领养证，爆料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断绝关系后将她赶出家门。盲目消费，过着虚伪的精致生活，李梅亲手毁了自己本该美好的一切。人民日报曾披露，当下太多年轻人为了所谓的精致，超越实际条件盲目消费。赏樱花非到日本不可，买服装非设计款不穿，为了这些精致的表象，钱包早被掏空，还负债累累。汇丰银行调查显示，90后的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.5倍，已经步入社会工作的90后人均负债超10万，也就是说，小明月薪6000元，却可能欠债11万。扣除生活的必要开支后，他们已经把未来3年的收入提前花掉了。消费可以提前透支，人生呢？经济学上有个词叫棘轮效应，意思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，当收入上涨很容易增加消费，但收入减少后消费却很难减少，尤其是在短期内，这个消费习惯是不可逆的。对此，司马光也说过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我们从来不缺少花钱的勇气和冲动，但我们缺少把钱花对的理性和智慧。如何正确花钱、理性消费，直接决定了人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钱到底该怎么花？不妨看看以下方法。第一，避免盲从，理性消费，避免跟风消费和情绪化消费，不从众，不攀比，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。每次花钱之前，可以问问自己，你为什么要消费？这是你需要的东西吗？我们不拒绝消费，但我们要把钱花得理智明白。还记得风靡一时的章丘铁锅吗？随着《舌尖上的中国3》的开播，章丘铁锅的销量增长了近6000倍，无数人跟风下单购买，直到网店无力应对，关门大吉。这些疯狂下单的人根本没有思考过自己是否真的需要一口章丘铁锅，直接先买为敬。只有知道什么东西需要买，什么不需要，花钱才是理性的。第二，节制欲望，延迟消费。廖一梅在《悲观主义的花朵》中说过一句话，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幸福境界的门钥匙，放纵肯定更不是。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，如果任由欲望牵绊，人生就进入了恶性循环。节制欲望可以使用清单法，想买的东西列出清单，但延迟购买，每过1周检视清单，划掉那些不想要的东西，再过1周如法炮制，直到第4周看看你的清单上还有哪些东西，这些才是你真的需要或者渴望的东西，可以考虑买下。延迟购买就是给奔涌的欲望踩一脚刹车，你会发现曾经觉得非买不可的东西，过段时间后它早已不再吸引你。第三，量入为出，适度消费。花钱要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，你有什么样的收入就维持什么样的消费水平，这个收入不仅要看当下的条件，
还要预估未来的走势。比如现在月薪不菲，但要预见未来也许失业没有收入，或者碰到其他要花大钱的突发事件，你需要将这一块因素考虑进来，才知道现有收入中能消费的额度是多少。同事小王刚毕业，月薪3000，看着 5G 手机新上市，就用花呗分期付款买了6000元的手机，每个月扣掉近2000的房租，只能馒头就着老干妈熬到发薪日，立刻还月供。过度消费并没有让他的人生登上巅峰，却把他的生活逼进了死胡同。第4，强制储蓄难使无忧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未来充满变数，意外和风险随时可能到来，学会强制储蓄，才有实力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风险。所谓强制储蓄，就是在每个月的收入中预留一定比例的钱储存起来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这笔钱是不能用的。每个人情况不同，存款比例也不同。一般而言，收入的20%到30%用来储蓄是比较合适的。养成储蓄的习惯，积少成多，存款就是对抗困难的底气。第5，按时记账，做好预算。记账是一个很直观的方法，明确显示出你花了多少钱，花在什么地方。每次花钱按时记账，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。推荐纸质记账本，手写记账。当我们的消费模式从有形的现金变成无形的数据支付后，花钱的肉痛感没有了，花钱的流畅性强了很多。因此手动记账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收敛消费。另一个方面，对开支做预算，比如买衣服，如果你的预算是1000元，那么你能选择的空间就是那些不超过1000元的，超出预算的就不要考虑了。这个预算不是自己随心所欲设置的，它要结合你的经济情况和市场物价水平。花钱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但不会花钱却能影响整个生活。把钱花对是生活的重要智慧。电视剧《18岁的天空》中有段话十分精彩，送给诸位共勉：我要利用现在赚的钱来投资未来赚钱的能力。会花钱是能力，会赚钱是实力，提升能力，增大实力，未来可期。Baby， 如果你的天有些灰，有一天你发现人群已走远 ，And don't cry， 你看天上的星星在眨眼，山谷里小溪在流动 ，So don't cry and don't cry。如果你的心有些冷，有一天你发现一个人很孤单。Don't cry， 你看雨后的彩虹挂天边，有它在你不会孤单。So don't cry and don't cry。如果你的心有些冷，有一天你发现一个人很孤单 And don't cry， 你看雨后的彩虹挂天边，有它在你不会孤单。Don't cry and don't cry。
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